然后就等他，就突然我转头来，那一群女的不见，然后就来 ，Oh my God， 我的 worst nightmare， 然后我蹲在那边，然后在那边来 panic attack， 在那边来。Hello， 欢迎回到 Kaki Chat， 我是杰慈，我是凯，我是Alison，我是 Kelly。最近呢，我们已经看到很多人已经开始在 plan 出国旅行了。可是有很多人都讲，旅行是友情的终极考验。所以今天我们要聊的呢，就是到底好朋友可不可以一起去旅行，会不会破坏他们之间的友情？你会觉得你跟他们很 buddy 的，把去到那边is out of nowhere 很多 tension。因为你一起旅行，那你一定要一起睡在一起或者住在一起，然后24小时跟这个人相处在一起嘛，那就开始看出他们有点小毛病。我觉得我也是 agree， 他们就是那种 travel pattern， 你是真的是不懂的。那你们觉得好朋友就一定适合一起去旅行吗？对，我觉得不一定。为什么？不一定。我19岁的时候，我去香港跟一个女生朋友，然后我其实关系跟她蛮不错啦。找到第3天，我们去就是可能去 party 还是什么，然后我就把我的包包放在她那里，我说你帮我照顾我包包。然后大概30分钟过后过来，然后我的包包是开着的，然后我的电话不见掉了。然后我就说，我电话呢？他说我不懂别人偷。第2天我的那个电话就没有了，我就很险。然后我要在香港待9天，没有电话，还有7天没有电话的日子。对，那我就说 OK， 不用紧，不是他的错。然后隔天是因为我可能花钱花太快，我就说我把我的全部的钱放在你那里。那我们去游乐园玩嘛，他就开开心心坐 roller coaster。那roller coaster 不是有走 upside down， 然后我全部的钱那个 roller coaster 要放那个包包，对啊，为什么？他就放在他的口袋，他把我的钱放在他的口袋，没有放进我了，没有，他就把我的口袋，然后他就这样。所以你有看到你的钱吗？这样洒下来。而且好笑的是因为我没有玩，因为我怕。哇，所以你真的是。我就跟他讲说，你至少要负责一半吧。对啊，因为我说我把我电话放在你那里 ，OK， 被偷不是你的错，我已经没有怪你了。那现在我把我的全部钱放在你那里，然后你又就弄掉，那怎么办？对啊，然后他就跟我说不可以，然后他就说又不是我叫你放在我这里的，我就说哇，这种朋友。当下也是有跟他吵架，好像当下没有吵架，但是因为他也是一个很爱逼人的一个人。所以也蛮霸道，所以可能过后情绪上来的时候，我就跟他讲，你是个horrible friend 这样子。你是想在那个 trip 的时候，对，你跟他讲，对。那他讲什么？那他讲什么？YouTube。你就是那个朋友是吗？没有 I think something along that line。可是如果他不要给，很难怪他也是，我觉得。对啊，所以我才没有发脾气啊。可是如果你要当好的朋友，就是会给啦。如果你们已经这么 close 的话，然后这样他把你的钱弄掉，他还没有 feel bad 吗？其实我觉得他讲的很对，因为我觉得当下我不开心的不是他不要借我钱，是他就讲我又没有人叫你把钱放在我这里，是你自己要的，你要自己负责这样。我就说这种人很像不太好。就到那里你才发现原来他是一个这样子的态度的人。其实，在新加坡就已经知道一点点，但是没有觉得他这样子的无情。他之前那些小毛病我都可以忍受，但是我觉得那个我就有点，你好像不太 care about 你的朋友，我就说那这种朋友我也不要好。所以你们现在还是朋友吗？不是朋友，但是我不会去主动联络他。然后如果他约我出去，我也不会去这样。基本上就是不是朋友，但是我们叫你出去，你我的不是这么 drama 这样正面目这样吧，我的是after 我们出国 then just realize that 我们的 pattern 是不适合，所以我的也是香港。香港发生什么事情？香港 guys。So I think it just 很多 small instances 我们一直吵，then 有一个很大的是我们去 clubbing。Then I think for 我 as 那个男的，我会 prefer to make sure that 那些女的 at least 我知道他们去哪里。所以如果你们要去找男的之前跟我讲一声，then 突然有一个女的她 just 不见。So for 2个小时我们就一直找，打电话打不通，然后在那边哇要 panic attack 了out of nowhere 我们 just search 那个外面那个 club， 就看到他在跟一个按摩的讲话，在那边我们就你去到哪里？他讲我没有看到手机。Oh my god！ 然后你们就是那个晚上怎么办？就没有玩到这样。他玩到了。你们就是在找的。Not good for me。还有什么让你比较崩溃的？OK， 我们也是，我们带一个 day trip 去Macau，然后去到那边我们的 data service 在那边doesn't work， 所以呢，我去那边我跟他们讲，如果你们要逛哪里我们一起去。所以呢，走，有一
一个朋友他自己溜掉，男的吗？男的，然后就跟着他，他讲来等其他的那个女的他们在看另外一个东西，他就讲一下子，我看一下子而已，让他看，然后就等他。就突然我转头来，那一群女的不见，然后就来 ，Oh my God， 我的 worst nightmare。然后我在那边拼命的在找人，对，你首先我要看这个，然后逛，然后我跟他翻脸然后我走掉，然后我走掉不是要来不见他，然后我只是要翻脸一下嘛，你要吓他一下，不见，再来 ，Oh my God，Oh my God， 那个男的心里一定想，哇，终于啊，他终于不要跟着我了。呀，那个男的也是不见。那个3个女的也是不见，才变成我一个人。然后我记得我是在马靠的那个有一个 water fountain 在中间，然后我蹲在那边，然后这边来 panic attack， 这边来。那时候你有气到哭吗？有来，我那个眼泪要出来了，因为我第一次跟朋友。对啊，很吓人。然后才不见全部我的朋友，连我的 ticket 都不在我身上。然后就是哇，然后这边来一直想到哭。但 sunny out 对吼，那个男的走过，他就然后就。然后再看到他within 1个 second right， 那个3个女的 hold 住他们的 shopping bag 走了，要搭那个 ferry 了，哇！你在那边哭，只有你在那边哭。我在哭的时候那个3个女的他们 shopping 做完了。但我觉得他做的没有错。对，我觉得就是对危险嘛。对啊，我觉得你是负责任的那个，但是因为可能你是唯一一个负责任，反正变成他们会觉得你有点太龟毛。那你当时候就是大哭完，他们有发现吗？那个男的就在说你的眼睛要死了，然后他讲 Let's go back。所以他知道了，你觉得他知道？那没有人安慰你啊？没有人。那你们还是朋友吗？还是朋友，就是 as 一个 group， 还是可以一起去玩不是去旅行了。我觉得我的是 more 是那种 traveling style 的问题。我觉得就是没有那种 personal space。他们是那种好像比如说，如果好像晚上没有自己休息的，还是要一起要拍照啊，一起做这个东西，一起做那个东西。你没有觉得你在讲开吗？开是那个没有叫他讲没有那种人哎。我不是不可以，那个是没有 data 嘞。他的是安全的问题，我明白。我的是安全的。如果有 data，你要自己逛 ，I don't care，as long as 这个时间我们meet就可以。我的就是好像 even 在那个 villa 里面还是要连在一起的嘞。为什么他们这样连在一起？他们是来 best friend，来要全部。可能还很小，就讨厌那种人。如果要拍照一起拍啊，我觉得就不会自己拍照，他们会生气。他们不可以2个人拍照，要3个人拍照。要 group shot。我记得好像有1晚2晚，我就在那个沙发外面睡。就是为了不要跟他们讲话。我不可以了，我真是不可以了，就是不要跟他讲话，我很累了。已经看一下。Cause introvert, right? Yes， 第3天太累了，然后打给朋友讲我要回家，我有去好像外面哭，我要回家。哇，这样我想一下，我感觉我还蛮幸运的，因为我跟我虽然我们没有真正的去很远的那种国家，可是就是那种 short trip 这样的。就是我们大概6、7个人，可是也没有吵架，就是而且你懂，一大班朋友一起去玩，就是很开心啊。在你们有没有比较好的这种故事？我们 first week of school 呢，我们 book tickets to 巴黎，然后我跟7个人，第4天的时候 right， 然后突然晚上我们在看电视吃东西 right， 但是突然跟他们讲 like Oh my God，I'm very happy guys。他们讲周末为什么？讲哇，这个是我的 first trip right， 也没有吵架的因为我觉得来每个人那个 trip right 是很怎么讲啊 ，like very caring。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他生病 right， 另外一个女的她就讲你们去玩，我 just make sure 她 OK。然后我们去 clubbing 每个人 like 讲好又出现了 ，Yeah， it's like 有 communication， 所以 at any point 你知道他在哪里，就不会 panic 了。Yeah， 所以你觉得跟上一个 trip 的对比，就是因为这个有 communicate 了，是吗？这个很 important 咯 ，I think communication。这个也是你比较大的时候去的，对，可能比较成熟的。对，可能你身边的朋友比较成熟。我也是有跟一个我的 best friend 去台湾住了1个月，因为我们懂我们 each other 的 style， 我们都是比较就是 introvert， 所以我们就是各有各的房间。那我们真的是1个月没有吵架，直到可能最后1个礼拜才小吵一点。能吵是吵什么嘞？我问他要不要喝雅果。Hello， 这个雅果。他的回答是 If you want to drink, then I drink 啦。I said no, but do you want to drink？ 他说if you want to drink, then I drink。为什么一直重复？我说你烦不烦？你要喝还是不要喝？我们在 shopping 的时候丢那个雅果汤，我就到这个程度。没有了，我跟他开玩笑啦。你确定是跟他开玩笑？真的砸他头？让他来开玩笑。
我的有掺他们2个的故事，所以我的就是我们去马来西亚，然后我跟一群朋友，我们朋友6年了，我们4个女生。可是因为为了那个第一个经验，我就有点怕跟他们出国了。然后因为我生病，然后那些 Malaysian 也是他们第一次看过我，可是他们就嫁出去，我记得他们嫁出去帮我买药回来。然后我们第2天就去了我的 Malaysian 朋友的家，然后我也是生病，所以他们讲啊，那你就 stay 在我的家里面啊。然后他的妈妈还有他的 grandma 很好，他们还煮饭给我吃。哎呦，这真的太好了！安迪，我喜欢你，因为我们真的是 introvert， 所以我们 spend time together 只几个小时就回去，可能去打 game 那种，就是 can give each other space， 然后也是 can respect each other，so 我很喜欢那个。我觉得可能是你们的性格比较类似，对，不会 force each other 去是不喜欢做。这样看起来是选对的朋友的话，还是可以一起去旅行，还是可以玩得很开心的。当然，这样你们经历了这些之后，会不会很小心的去选择你们要一起去旅行的朋友？我不会选择跟一个 extrovert 出去，就是去旅行。哦，为什么呢？就是或者就是一群 extrovert， 我也是不可以。哎，我超喜欢跟一群 extrovert 不可以，因为我们 introvert 需要自己的时间，所以我们可以跟你嘻嘻哈哈，把我们叫 extrovert 过来。真的吗？那你喜欢跟 introvert 还是 extrovert 去旅行？extrovert 嘞 actually， 很好玩啊，就很开心，对不对？我觉得你可以开心啊，我们是开心的，但是等一下晚上回到5点了，回去就不要烦我，就关上那个门。我觉得他们2个很适合，我觉2个得一起会。就大概9点过后就没有9点。他们就关门了，不来，我要敲门，然后会讲滚开。他们还有那个 sign， 那你们呢？你们有什么要避开的 red flag？我的就是我觉得 budget 不一样的人，我觉得budget 很重要。对 ，because 我去旅行的时候，我喜欢做好像我觉得不用花那么多钱呐。然后如果另外一个人好像要吃比较好的，然后我说不要我要吃比较便宜，我喜欢吃local的。如果他们不开心，也是这样很难联络咯。而且我是觉得那个 budget 的话 ，actually 很 true 哎，因为那时我们去巴黎第一次，我有一个朋友他是比较 high sex 的，他们是 Oh my God guys I found this restaurant， 我是我们吃一点啦，那个 local 喝汤，吃 chicken 这些，因为那个 trip 我需要去那个 ATM withdraw 30。哇，因为不够，因为他们要去的地方我没有带够钱。那你跟住啊，我不行哎，我会讲自己去吧。对我也是。对吧？它听起来像是很好玩的一个旅游玩伴。对，因为它比较 chill。而且我本身的话，我比较不能够接受是那种很喜欢做计划的，很多 plans。我很讨厌。对，就有人9点我们一定要出门，10点我们要到哪里，11点要到哪里。有些人不可以的，对啊，有一些人一定要跟着那个。对，有个朋友我们去泰国，我说他要去查杜恰，我不要去查杜恰，我说我不要去查杜恰，他说不可以，你要去查杜恰。我说我为什么要去查杜恰？他说因为我要去查杜恰。说你去查杜恰，对啊。他说没有，你一定要跟我去查杜恰。他们可能就喜欢那种安排行程很满，然后有些人可能比较懒散。所以我觉得他们可能现实生活中可以是好朋友，互相就是帮助对方，但是可能一起去旅行就不合适。那你们是那种比较喜欢自由一点，还是要 follow 那个 plan 多一点的？自由吧，自由是一般一般。可是我觉得，如果因为我有去过一个旅行，然后我们是没有 plan 的，我们是很可怕。我喜欢把那些好像 list out all 的地方的我要去，然后我会就是分这边比较靠近哪里，所以比如说这个3个地方比较靠近，所以我们就是1天可以去。可是我的 flexibility 就是我们起来就你们要选哪一天哪一个地方去，然后就是我们已经有一个 plan itinerary，then 如果不要去这个地方 ，OK 没关系，可以去2个地方，然后他们也是靠近，然后 it will make better use of 我们的时间。也很好他 OK 啦，这种 OK。我尽量就是不会跟情绪不太稳定的情侣去。你有遇过吗？有遇过。我跟女的先搭飞机，然后 airplane 是3个人嘛。第3个我们不可以控制是谁吧，对吧？不是有个昂模坐在那边，然后昂模就聊天，就可能加 Facebook 吗？连那个男的有点变态的，他就是那个女的一上飞机，他就 check， 他就 log into 那个女的 Facebook， 那就刚好看到有个人加他，他就说 you cheating on me 啦，然后他就说 you must apologize， you must delete the guy。然后我就当一个比较理智的女生朋友跟他讲说 ，No， do not give in to this kind of ridiculous, unreasonable。原来你是导致他们吵架的。没有，是因为那个男的真的太过分，那个女的要分手，男的不要分手，然后对啊，
然后就一直有在闹情绪。好精彩哦！我想那个有没有看 Netflix 这样？那你们还有什么 tips 可以避免吵架吗？ I think 那个 planning 的 phase 每个人要参加一下。所以很多也在那个 pre planning， 有一些人是我啦，我是没有 participate 的，因为我很忙。我是觉得如果你没有 participate 那个 pre planning right， after 去到那边，人你会觉得哇，不要做这个，不要做那个，然后有一些人会很 complain 呀。所以你是觉得提前要沟通好比较好啦？我觉得是要讲出来不喜欢的东西，比如说 even in 在 plan 的时候如果你不要去这个地方，就要讲出来，然后我们就可以 work around 你嘛。我不知道怎样避免吵架，就吵吧，对啊，打起来。没有就吵了，然后就不要放在心上就好了。我觉得尊重吧，你就尊重对方就好了，不要事事都把自己放在中心嘛。但是我有点担心，因为我下个礼拜要跟Buff Baby 去韩国2个礼拜。哦，对，但是我没有跟他出过国。哦，所以我不懂，可能我们回来就不是朋友了。那我请你们2个一起来这里讲出来。在我们刚才讨论了那么多别人的，有什么可以从自己开始做起的吗？就是怎样可以成为一个更好的 travel 的 partner？脾气好一点吧。那讲你自己是吗？觉得我要 flexible 一点啦。因为我觉得需要 chill 一下。你已经够 chill 了，你还要怎样 chill？如果 next time 每个人要自己走，人家自己走咯，不见就不见咯。我觉得一定要有像他这样的朋友，对啊，才可以让大家一起。对，因为在国外被绑架的那种事件很多，有时候他们都不知道这样子，所以一定要有这种像那种有责任感的朋友这样。那我觉得呢，应该还是要比较了解自己，就是懂你们自己要什么，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就不要这么多麻烦，这么多 complain， 就可以很好的去享受跟朋友一起去玩的这个回忆。OK， 谢谢你们今天来分享你们的故事，谢谢。好，喜欢我们的视频的话，记得按赞、订阅、分享，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拜拜。